极寒末世第3天，别墅的钥匙响了，我们以为是救援，进来的却是我爸一家和他的小三。奶奶指着身边的男孩，嗓音尖利：这才是我周家带把的种，那个女儿是赔钱货。我妈扑上去厮打，却被爷爷一把推向敞开的房门，猛力推了出去。妈，我疯了一样跑过去，奶奶却将我也拽到门口，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一点温度。白眼狼，送你上路。背后传来狠狠一推，我踉跄扑进冰冷的黑暗，跌倒在妈妈身边。寒风像刀一样刮过皮肤，体温迅速被抽走，剧痛与麻木交织。寒冷吞噬我之前，我看见我爸周志国别开了脸，冻僵的麻木再次蔓延全身。我尖叫着弹坐起来，汗水把睡衣浸得透湿。卧室空调明明开着26度，我却冷得牙齿打颤。门被猛地推开，我妈沈静冲进来，一样是满头大汗。我们四目相对，喂，她声音发颤，手扶着门框才站稳。我梦见你爸带了个小三，还有你爷奶他们推我们。妈，我打断她，声音出奇的冷静。不是梦，是我们重生了。那些灼烧肺腑的恨意沉在心底。我掀开被子下床，赤脚踩在地板上，冰凉从脚底窜上来，反而让我更清醒。距离上一世他们闯进别墅还有15天。我妈僵在原地，几秒钟后，她猛地抬手，狠狠掐了一把自己的胳膊，白皙皮肤上立刻泛起红痕。她低头看着那道红印，又抬头看我，眼泪毫无预兆地涌出来，大颗大颗往下砸。对不起。她捂住嘴，压抑的呜咽从指缝露出来。妈，对不起你，给你找了这么个人当爸爸，还引狼入室。我走过去抱住她，她浑身都在抖。上一世她最后看我的眼神，也是充满了这样的愧疚和绝望。没有你就没有我。我拍着她的背，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妈，现在哭没用，我们要做的事很多。她在我怀里深吸了几口气，在抬头时，眼泪还没干，但眼里那层软弱的雾气已经散了，露出底下我熟悉的被逼到绝境才会爆发的刚硬。对，她抹了把脸，站直身体。这次换我们看他们狗咬狗。我们很快理清了现状，时间点是我们意外身亡的半个月前。此刻我们还在市区的家里，我爸周志国依旧早出晚归，用我妈的钱养着他外面那个完整的家。我照常上班，我妈沈静照常与那群富太太喝下午茶，至少在表面看来，一切如常。10天之后，我们才会按计划去郊区别墅度假。我看着手机日历，指尖划过一个被标注的日期，那是他们上一世选好的下手地点。这次他们没机会了。别墅怎么办？我妈已经快速换好了外出服，头发利落的扎起，眼神锐利的像出门打仗。卖，我吐出这个字，带着快意。打折即售，今天就联系中介，绝不再给他踏进去一步的机会。然后我们去哪？我妈看向我，眼神里是全然的信任，这种信任是上一世我用命换来的。我走到书桌前，抽出一张名片，边缘已经有些磨损，但那个电话号码依旧清晰。去这里，我把名片递给她。云栖，那个烂尾的温泉度假村，主酒店已经建好了，独栋，方圆几公里没人烟。我们上次去你说想买下来养老的那里。我妈接过名片愣了一下，随即想起来了，那个老板当时确实说过想脱手，价格低的离谱，因为太偏，没人接盘。她抬头，眼底闪过一丝光。温泉地热。对，我点头。极寒之下，稳定的热源比黄金还贵，而且那里墙体厚，结构坚固，只要稍加改造，足够帮我们度过末世。改造交给我。我妈立刻接话，语气斩钉截铁。你处理公司卖别墅，盯着你爸。酒店那边围墙、保温、电路储备我来弄。她顿了顿，声音低下去。我一闭眼就是那个雪地，让我忙起来，我才能不疯。我握住她冰凉的手，我们一起。分工明确，我立刻行动。坐在办公室里，窗外是盛夏夺人的阳光，车水马龙，秩序井然。谁能想到12天后，这里将变成冰雪地狱？我压下心计，先拨通一个信誉不错的私家侦探的电话。张侦探吗？有个长期委托，价格好说，目标是我父亲周志国。我要知道他过去5年所有的行踪和资产变动，以及所有与他有密切往来的异性和可能存在的非婚生子资料，越细越好，尤其是照片、视频、音频证据。电话那头很专业，没有多问，只确认了要求和首付款。挂断后，我又打给了房产中介。王经理，郊区云山别墅那套，对户主沈静，急售，价格可以比市价低15%，唯一要求是全款，1周内过。王经理在那边惊讶地确认了好几遍，毕竟那别墅地段好，装修豪华，从来都是抢手货。我没多解释，只强调急用钱。他乐得捡便宜，满口答应，立刻
可推广。处理完这些，我打开电脑开始处理公司账目和可快速变现的资产。我妈这些年虽然心软，但公司财务大权一直握得紧。周志国只是个挂名副总，实际能动用的资源有限，这是我们争取的时间。3天后，我带着整理好的重要文件、房产证和家里所有能带走的贵重物品，借口出差离开了那个充满虚伪记忆的家。冰箱里剩下的食材，我以外出为由送给了小区保洁和保安。周志国果然没发现，他恐怕连冰箱门这几天都没开过。按照我妈发来的定位，我驱车前往城郊的云栖温泉度假村。越开越偏，喧嚣的城市被抛在身后，直到看见一片依山而建的灰白色建筑群，规模宏大却寂静无声，透着烂尾工程特有的荒凉感。最靠近山眼的那栋5层酒店主楼，周围搭着脚手架，传来施工的嘈杂声。我把车开近，看见我妈沈晶正仰头指着外墙，跟一个工头模样的人大声说着什么。风吹乱她的短发，她随手别到耳后，侧脸线条紧绷而专注。我下车走过去，妈，她转过头看到我，脸上严肃的表情瞬间柔和了些。来了。她走过来，语速很快，围墙基座今天就能交完，用的是加厚的钢筋混凝土，顶上会安装防护网和感应设备。外墙保温材料贴了2层，极端低温测试数据我发你邮箱了。所有窗户今天下午开始换装加层防爆玻璃，供应商是我老同学，绝对可靠。我听着这一连串的汇报，看了看眼前已经初具规模的堡垒，心里震动。你这速度，我以为至少还要10天。我等不了。我妈声音低下去，目光扫过荒凉的空地，仿佛能透过时空看到那些狰狞的身影。我找了3个施工队，3班倒，24小时不停，钱给足了，他们干得起劲。她勉强扯了下嘴角，那笑容有点却带着很近。睡也睡不着，一闭眼就是我们在雪地里的画面，不如盯着这里每一块砖砌上去，我心里就踏实1分。我心疼，揽住她的肩膀。酒店里面，走，我带你看看。她振作精神，引我走进主楼。大楼内部空旷，但基础框架很好。我妈如数家珍，所有房间的地暖管道都重新排查过了，直接接到了温泉主脉上，阀门独立控制。我买了10套大型储水罐和雪水过滤系统，安装在底层。电力方面订购了4套大功率燃油发电机，燃油储备正在谈，还有天台。我打算铺满太阳能板，虽然极寒天气日照差，但能有点是一点。我们走到酒店最大的一个房间，原本设计应该是豪华套房，现在空荡荡的。我妈指着巨大的落地窗，这里以后摆2张摇椅，那边放个大书架，角落里可以给以后可能来的小猫小狗搭个窝。她的描述和上一世我们来游玩时她憧憬的养老生活一模一样，只是那时是悠闲的向往，现在是拼尽全力的生存堡垒构建。想吃海鲜，想泡温泉。我轻声接上她当年的话。我妈转头看我，眼眶又红了，但这次没哭，只是重重握了下我的手。我们得好好活着，比谁都好。正说着，我手机震动，是张侦探发来的加密邮件。我和我妈对视一眼，走到相对安静的角落，打开邮件，附件里是详细的报告和照片，还有几段视频文件。报告显示，周志国的情人叫苏丽，就住在与我们家隔了2个街区的一个高档小区，房子是租的，租期3年，租金来源是周志国通过一个空壳公司转出的款项。更让人恶心的是，我爷爷奶奶早就搬过去和他们同住了。照片上，周志国搂着苏丽，老人牵着那个5、6岁的男孩在小区花园里散步，俨然幸福美满的一家人。看日期，有些照片甚至是去年我妈生日那天拍的。畜生！我妈从牙缝里挤出2个字，手指攥得发白。我点开了最新的一条音频，背景音有些嘈杂，像是在家里。先是奶奶那尖刻的嗓音，沈静那个不下蛋的母鸡占着茅坑不拉屎，家里钱都是她捏着，我儿子辛苦这么多年，得到了什么？还不如早点让他没了，公司和房子不都是我孙子的？爷爷浑浊的声音附和，那个赔钱货丫头也不是个东西，眼里根本没我这个爷爷。一起弄干净，省心。然后是周志国，语气有些不耐烦，但更冰冷。爸妈，小点声，计划我想好了，不是让他们去别墅吗？那天天冷，窗户没关好，发生意外失足，谁也查不出来。遗嘱我早就哄着他立好了，我是唯一继承人，只要他们娘俩一死，一切就都是我们的。苏丽把头靠在周志国身上，娇滴滴的声音插进来，海哥，那我们宝宝以后是不是就能住大别墅，上最好的学校呀？当然，周志国的声音带着笑，以后所有东西都是咱儿子的。音频到这里结束，四周只有施工遥远的噪音。我和我妈站在原地，谁也没说话。阳光从还没更换的就窗户照进来，投下明亮的光斑，却丝毫驱不散我们周身弥漫的寒意。我妈忽然抬手狠狠抹了把脸，在放下手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一片死寂的冰冷。那是一种心彻底死后，再无半点留恋之后才会有的平静。好，她轻轻说，声音平直，没有起伏，很好。我收起手机，指尖冰凉。妈，我开口，声音同样平静的可怕。温泉池子旁边的空地，我看可以改造一下，用玻璃暖房种点菜。卧室里新鲜蔬菜可是奢侈品。我妈转过头看我，好主意。她说，我明天就联系人设计。我们相视一笑。距离极寒降临还有8天，施工队的最后一批工人正在酒店地下深处作业，空气里弥漫着新开挖泥土的潮气，水泥未干的碱味。我沿着临时架设的楼梯往下走，越往下，那股暖湿的气
气流越明显。最后一级台阶踏完，眼前豁然开朗，一个约莫50-60平米的穹顶空间已经成型，墙面用防水保温材料覆盖得严严实实，中央是一个用原生岩石垒砌而成的不断涌出热水的天然温泉池，池水清澈，热气袅袅上升，让整个空间雾气氤氲。几条新铺设的管道像银色血管从池子延伸出去，没入墙壁。我妈正蹲在池边伸手试水温，她听到脚步声回头看我，成了。她站起来，最深处的泉眼温度恒定在42度，水暖系统的主管道直接接在这里，只要这口全部枯，就算外面降到零下70-80度，这屋子里也能保持在30度上下。我走到池边蹲下，将手进入水中，滚烫的温度立刻包裹上来，这是最后的保险。我妈的声音在我身后响起，很稳，万一极寒超出预估，酒店外墙也挡不住的时候，这里就是我们最后能活着的地方，不会到那一步的。我站起来，甩了甩手上的水珠，距离极寒还有7天，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我爸那边。我立刻调出离家前安装在客厅隐蔽处的监控画面，屏幕上我爸周志国正站在敞开的冰箱前，里面空空如也，只剩几个孤零零的鸡蛋托。他举着手机，脸色不太好看。我奶奶像个瘦削的幽灵，正在餐厅的柜子前翻找，动作粗暴，把碗碟弄得叮当响。周志国对着手机说：“沈静，你带着微微躲哪去了？家里一点吃的都没了，钱呢？”手机外放的声音清晰地传来，我妈握紧了拳，声音却近乎冷酷：“我哪知道？家里没吃的，你不会买？没钱了，那就去要饭啊！我正忙着，没空跟你废话。”周志国被噎住，脸涨得通红。我妈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监控里，周志国不敢置信地盯着手机，随即恼怒地把他摔在沙发上。奶奶听到动静，猛地转过身，尖声问：“他怎么说？钱呢？是不是又把钱给那赔钱货丫头乱花了？”周志国烦躁地扒拉了一下头发：“别嚷，我知道他在哪。”几分钟后，我妈的手机又响了，这次她接起来直接开了免提。我站在她旁边，清点刚送到的罐头。又什么事？我妈语气很不耐烦。静静。周志国的声音放软了，刚才语气急了点。是这样，公司这边有个紧急应酬，需要10万块打点，财务那边说没你的签字不能动，你看把他赶出去。我妈对我抬了抬下巴，我立刻给财务发了条信息，让财务把周志国赶出公司。监控画面里，周志国听着电话里的忙音，再打过去已经是无法接通，他脸上的肌肉抽搐着，终于彻底慌了。他再次拨打我妈的电话，铃声锲而不舍。我妈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周志国2个字，眼神像看一坨令人厌恶的秽物。她等他响了7-8声，才慢悠悠划开接听键，没说话。沈静，你什么意思？让保安把我赶出来？周志国的声音没了伪装，气急败坏。不然呢？拿着我的钱去养你在外头的小三，还有那个8岁的野种，你以为你瞒得很好吗？我告诉你，我要你净身出户，把你喂给那对人渣的一分不剩全给我吐出来。他的胸口剧烈起伏，握着手机的手指关节捏得发白，眼泪毫无征兆的滚落，不是因为伤心，而是极致的愤怒和悔恨。我放下手里的罐头，走过去轻轻按住他颤抖的肩膀。妈，没必要为这种人生气，不值当。我妈深吸一口气，抹掉眼泪，对着话筒，声音反而诡异的平缓下来，带着一种宣判般的冰冷。你放心，报应很快就到，老天不收你，我也会收你。他再次挂断，这次直接关了机。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他压抑的抽泣声。我递过去一张纸巾，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非要我们死吗？他接过，没擦眼泪，只是用力攥在手里，声音沙哑。结婚前，你外公逼着他签了协议，做了财产公证。这20多年，他根本没正经工作过一天，全是靠我养着。离婚，他连一片瓦都分不走。他的眼泪又涌出来，这次是浑浊的、痛苦的、后知后觉的。我好想你外公，他早就说过周志国眼珠子转得太火，心术不正，让我防着点。我怎么就这么蠢，一句都听不进去啊？我喉咙发紧，揽住他。外公在天上看着，要不然我们怎么会有重来一次的机会？我们安静地靠了一会，我想起那个总是板着脸却会偷偷在我书包里塞巧克力的小老头，眼眶也热了。我重新打开监控，画面里我爸、爷爷奶奶正挤在客厅，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突然，监控镜头捕捉到门口人影一晃，门铃在画面中尖锐地闪烁起来。周志国愣了一下，不耐烦地起身去开门。打开的瞬间，苏丽牵着那个小男孩硬是挤了进来，客厅里本就凝重的气氛瞬间绷紧到了极点。周志国像困兽一样来回走动，嘴里不停地念叨：“他知道了，他全知道了，现在怎么办？”爷爷阴沉着脸：“慌什么？知道了又怎么样？他还能翻天？趁他现在还没正式动手，赶紧找出来。”找到了，按原计划办。奶奶附和：“对，只要人没了，什么协议公证都是屁，公司和房子自然都是我孙子的。”苏丽抱着儿子，怯生生地问：“志国，那他们现在在哪？”周志国烦躁地抓头发：“不知道，公司的人说微微出差了，具体去哪不知道。他那些老姐妹一个个嘴比蚌壳还紧。”爷爷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狠厉，他向前倾身，
压低了声音，那张布满老年斑的脸在监控镜头下显得格外狰狞。实在不行，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派上用场，我动手帮忙弄成意外，一了百了。我这么大年纪也活够了。我盯着屏幕上那张狠毒到毫无人性的脸，胃里一阵翻腾。上一世就是这张脸毫不犹豫地将我和我妈推向死亡，但现在他们连我们在哪里都不知道。微微，你过来看看这个壁炉怎么样？我妈在隔壁房间叫我，声音已经恢复了平静。我关掉监控，起身走过去。这是酒店原本的一个小休息厅，现在被我妈改成了起居室。原本的烟道被巧妙地改造成一个嵌入墙体的欧式壁炉，炉膛里松木正在燃烧，发出噼啪的轻响，橙红的火苗跳跃着，将整个房间烘烤得暖意融融。烟雾顺着改建后的管道悄无声息地排走，只留下木材燃烧特有的令人安心的香气。超棒的老妈！我由衷地竖起大拇指，在壁炉前的羊毛地毯上坐下，暖意瞬间包裹了全身，让人有些昏昏欲睡。壁炉完工，意味着酒店内部的改造基本结束，坚不可摧的堡垒已成雏形。但手机在口袋里突兀地震动了一下，是家里监控的智能识别警报。我点开提示，画面自动跳转到几分钟前的片段。我奶奶正拿着我的旧相册，指着其中一张背景模糊的郊游照片，急切地对周志国说着什么。周志国眯着眼，用手机摄像头对准照片不断放大，他在扫描识别背景里的地貌特征。壁炉里的火噼啪响了一声，那里正是我们现在居住的酒店。看见这一幕，我只是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背后的堡垒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只要继续改造，我不怕他们找上门。我妈在我旁边坐下，外面那个泳池我也让人清理出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个平板，滑动着图片。虽然极寒下表面会结厚厚的冰，但冰层下可以保持水体不全部冻住。我联系了水产公司，订了一批耐寒的红鳟和三文鱼苗，过几天就送来。万一这鬼日子要持续好几年，我们好歹还能吃上生鱼片。绝境里的奇思妙想带着苦涩的幽默感，我忍不住笑了。这个好。他把平板递给我，上面是一份长长的分门别类的货物清单。最后一步，你明天去市里照着这个清单走。清单极其详尽，从电池到蜡烛，从种子到肥料，足足好几页。这是生存的蓝图。第二天，我驱车4小时返回市区，城市依然喧嚣，但细看之下已有暗流涌动。新闻里开始频繁出现异常气候和寒流预警的字眼。超市里米面油区域的人明显增多，结账的队伍排得很长。我先去租车行租了一辆载重20吨的小型货车。市场里人声鼎沸，比往常更加拥挤嘈杂。很多小老板都在议论，说最近大单采购的人特别多，价格也一天一个样。我拿着清单，如同最冷静的猎手，穿梭在各个区域，看货、议价、下单。身体很累，但心里那种正在将生存筹码牢牢抓在手中的充实感，抵消了一切疲惫。中间休息时，我妈发来消息，施工队最后一批人正在撤离，工具都带走了，围墙大门密码已经重置，只有我们俩知道。我回复，好的，我这边估计要忙到明天下午才能全部装完。我抽空又看了一眼家里的监控画面里，周志国头发凌乱，眼圈发黑，正对着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录，一个接一个的拨打电话，语气从强装客气到气急败坏。是微微的同学吗？我是微微的爸爸，请问你最近有联系过他吗？知道他去哪出差了吗？我最近在市场里见过他。听着电话那头回答，我心中一紧，我们囤物资的进度必须加快，只要再快些，他就只能像个落入蛛网徒劳挣扎的虫子。寻找我们的踪迹已经成了他绝望中唯一的抓手，但他注定什么也找不到。我们的堡垒已经沉默地矗立在荒郊，温泉在地下无声地流淌，而满载着未来数年生存希望的货车正在被我一点点填满。时间在我们这边，我把手机举到面前，屏幕的光映在脸上，手指在屏幕上停顿一瞬，然后利落的打字发送。朋友圈的更新提示音清脆的响起，爸爸妈妈在离婚，我选妈妈。近期若被我父亲周志国先生骚扰询问去向，请直接拉黑，不必理会，感谢。锁屏，把手机扔进包里。批发市场的办公室充斥着纸张和灰尘的味道。我把密密麻麻的清单推到老板油腻的木质桌面上。老板，照这上面的品类和数量配货，品质要最好的，日期要最新的。老板扶了扶老花镜，眯着眼扫了清单开头几行：压缩饼干500箱，军用罐头300箱，真空大米100千克装50袋。他倒吸一口凉气，抬头看我，小眼睛里的困惑几乎要溢出来。小姑娘，你这是要开店，还在深山老林里，这量也忒大了。我脸上没什么表情，语气平静的像在讨论天气。对，农村新开的综合杂货店，这好几个村，什么都得备点。能接吗？不能，我找别家。能。老板立刻拍板，脸上堆起生意人精明的笑。就是这货款，定金一半，或起装车付清，另一半。今天能配多少？我打断他，
直接亮出手机银行界面的余额示意，今天至少能上1大半，我这就叫人。他的态度瞬间变得无比热络。接下来是本地一家连锁药房的仓储中心，戴着金丝眼镜的经理接过我另一份清单，上面是抗生素、止痛药、慢性病药物、大量绷带、酒精、碘伏，甚至还有手术缝合包。他推了推眼镜，没问用途，只是谨慎的确认：小姐，有些是处方药，而且这个采购量，慈善定向捐赠偏远地区医疗点，所有手续和证明文件，我可以让我母亲的律师马上发给你。我早就准备好了说辞，语气不容置疑。今天能提货吗？加急费用我可以付。经理只犹豫了3秒，便点了头。末世前兆里，生意难做，现金为王。他甚至殷勤地问：需要送到指定地点吗？不用，门口那辆20吨货车直接装。晚上7点多，天色将暗未暗，最后一批木炭被工人放进货车角落，沉重的帘布落下，遮住里面小山一样的物资，结清尾款。看着工人散去，周围是市场散场后的冷清和满地狼藉。妈，我转头看他，他脸上也有明显的皮色，但眼睛亮晶晶的。回去吗？我妈拍了拍货车的箱板，发出沉闷的声响。她嘴角勾起一个带着狠劲又有点顽劣的弧度。回什么回？末日都快来了，钱再不花，等着留给那帮畜生擦屁股吗？走，妈带你挥霍去。我们真的去了市中心那家超5星酒店顶楼的餐厅，窗外是璀璨的不真实的城市夜景，桌上是浆洗的笔挺的雪白桌布，服务员恭敬地递上菜单。我妈看都没看价格，手指点下去，法国鹅肝配那个最贵的甜酒，紧接着鳕鱼子酱，要整罐的。我帝王蟹挑最大的。我妈松露烩饭，松露现刨。我被我妈的点单逗乐了，又加了道芬兰鹿肉排，我干脆跟上。冰岛发酵鲨鱼肉，主打一个猎奇和昂贵。我们相视一笑，那笑容里有破罐破摔的畅快，也有末日将近及时行乐的疯狂。钱这东西，我妈晃着水晶杯里琥珀色的酒液，声音不大，却斩钉截铁，就得花得痛快，才不枉费老天爷给咱们重来这一遭。吃完饭，我们杀向高端商场。我妈走进一家常去的品牌店，导购立刻热情地迎上来。她环顾四周，手指随意画了一圈，这一排还有那边架子上的。她顿了一下，导购的眼睛已经开始放光，然后她接着说：除了我刚才指的，剩下的所有款式、所有尺码全包起来。妈，等等！我一把抱住她胳膊，对目瞪口呆的导购挤出歉意的笑，然后压低声音在我妈耳边说：妈，你冷静点，万一极寒就持续几个月呢？以后日子不过了，挑最喜欢的，够换洗就行。重点是功能性衣物。我妈被我拽着，那股上头的劲慢慢下来，她呼出一口气，揉了揉额角。你说的对，差点被复仇的暴发户心态冲昏头了。最后，我们还是拎着大包小包回到酒店套房，把那些昂贵却未必实用的战利品扔在沙发上。我们并排瘫倒在柔软的惊人的大床上，盯着天花板上华丽的水晶灯，劫后余生的庆幸感后知后觉地涌上来，混着疲惫，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悲凉。这次我听见自己轻轻说：死的不会是我们。对，我妈的声音从旁边传来，很稳且果断。末世倒数第6天，庞大的货车像一头沉默的巨兽，被我小心地倒进酒店围墙内，车尾尽可能贴近主楼的后门卸货。我妈提前网购的电动手推车成了救星，但20吨物资对我们2个女人来说，依然是近乎不可能的任务。我爬上车厢，把成箱的木炭、沉重的米袋、垒得高高的纸箱推到车厢边缘，我妈在下面接手，放到推车上，再一趟趟运进楼内。酒店空房间多的是，此刻都成了仓库，尤其是需要低温保存的米面、粮油和罐头，被我们优先堆放在一层靠近厨房的几个房间，方便日后从地下温泉屋上来取用。极寒本身就是最好的天然冷库。从下午2点到傍晚6点多，我们只卸了一半，腰像是断了，手臂抖得拿不住水杯，汗水把内衣都浸透了。冷风一吹，激起一片鸡皮疙瘩。不行了，真干不动了。我妈把最后一车罐头推进屋，直接瘫在了门口的地板上。我也从货车上爬下来，脚踩到实地时腿一软，差点跪下去。晚饭是极致简单的放纵，我从塞满食物的冰箱里拿出冷冻榴莲披萨，微波炉叮的一声，散发出浓郁甜蜜的香气，又拉开2罐冰镇可乐，气泡欢快地炸开。我们坐在堆满物资箱的客厅地毯上，就着纸盒吃披萨，喝可乐，像2个刚完成恶作剧的孩子。女儿，我妈嚼着披萨含糊不清地说，眼睛扫过略显杂乱的四周，有没有觉得这屋里还缺点什么？我灌下一大口可乐，冰凉刺激的液体划过喉咙。缺点，不动就能享受的东西。我妈突然把披萨一放，猛地从地上爬起来，眼睛发亮。家庭影院，对，还差一套顶级的家庭影院，环绕立体声，120寸大屏幕，不然这末世长夜得多难熬。被她突然的活力感染，我也笑起来。行啊，明天把这剩下的货卸完，
后天咱们再杀回市里，不采购生存物资了，转为享受，把影院买了，顺便把三文鱼苗和柴油发电机也搞定，就这么定了。我妈重新坐下来，用力和我击掌，啪的一声脆响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我们翻出清单，我妈一项项念：米面粮油齐了，罐头齐了，药品齐了，煤炭齐了，日用品卫生用品齐了，种子化肥齐了。她顿了顿，三文鱼苗这个后天必须搞定。还有，女儿你要在屋里搞无土栽培的话，保暖塑料棚不得多买点，不然菜苗肯定冻死。后天再去趟水果批发市场，橙子这些耐储存的多囤点。我补充，对了妈，咱们电力供应你真的能确定？我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妈胸有成竹，我问过安装的工程师了，在地热泉旁边的温差发电机，只要温泉不停，发电就不会停。保守估计产生的电量够我们目前所有设备奢侈的用半年。3楼那套工业级储能电池组，充满电的状态下，也能支撑全功率运转至少3个月，这是双重保险。那我们后天再把柴油发电机和足够柴油弄回来，3重保险。我点头，柴油储存是个问题，得有专门的防爆间，通风要好，远离火源和住宅区。对，安全第一。我妈点头，重申回来，我们没法不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每一个疏忽都可能致命。这一晚我依然睡不踏实，闭上眼是那楼梯棱角的撞击，冰冷的绝望，片段式的闪回。我睁大眼睛看着黑暗中的天花板，直到天色微亮，手机屏幕又亮了一下，是家里监控移动侦测提示，不用看也知道，周志国他们还在像没头苍蝇一样徒劳的寻找。清晨，我妈在改造过的小厨房里煮冷冻水饺，简单的食物香气飘出来，却勾得人食欲大开。我洗漱完出来，她正把饺子捞进盘子，手机放在一旁，播放了一条外放语音，一个略显尖锐的女生带着气愤：沈姐，你那个老公昨天跑到我们练武的公园来了，挨个问我们见没见过你，知不知道你去哪了，脸色难看的哟，跟讨债似的。我们都说不知道，他还不信，纠缠了半天，他以前可没这么关心过你。我把手机按灭，把盘子放在小桌上，脸上没什么表情。他从来没找过我，现在找我是为了要我命。我把筷子递给他，语气平静：妈，为这种东西浪费情绪不值，他们很快就会有报应的，我保证。他接过筷子，点点头，没再说话，只是夹起一个饺子用力咬下去。接近中午，我们终于把最后一批货物归置到位，最后一个储物间的门关上落锁时，我几乎能听到自己腰椎发出的哀鸣。我妈更是直接滑坐在地，背靠着冰冷的铁门，一根手指都不想动一下。下午短暂休息后，我们再次出发前往市区，4个多小时的车程，窗外景色从荒芜逐渐变繁华。我们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天，讨论家庭影院该选什么牌子，三文鱼是做刺身还是煎着吃，柴油该怎么安全储存。紧张筹备中，这点对未来生活的烦恼想象成了苦涩生活里一点虚幻的甜。就在车子驶入市区，高架两侧霓虹灯开始点亮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是私家侦探发来的信息。我单手点开，只有短短1行字，却让我瞳孔骤缩，脚下意识地狠狠踩向刹车，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尖叫，车身猛地一顿。我妈猝不及防，整个人往前一冲，又被安全带拉回座位。怎么啦？出什么事了？她惊魂未定地抓住车门扶手，急切地看向我。我盯着手机屏幕，那行字像针一样扎进眼里。苏丽外面还有人，关系密切，疑似更早的情人。我缓了口气，把手机屏幕转向他，声音里带着一种难以置信的荒谬感。侦探查到了，苏丽外面还有人。车厢里瞬间安静下来，只有窗外城市模糊的喧嚣。我妈看着那行字愣了几秒，然后一个混合着极度恶心、荒诞和冰冷讽刺的笑容在她嘴角逐渐扩大。我把手机音量调到最大，点开侦探发来的加密视频文件，画面有些晃动，像是在公园长椅的斜后方偷拍的。傍晚光线昏暗，但路灯足够照亮角落里那对纠缠的身影。苏丽穿着紧身连衣裙，正被一个穿着花衬衫、流里流气的男人搂在怀里。男人低头在她颈间蹭着，苏丽非但没躲，反而咯咯笑着，手指戳着男人的胸口，姿态是全然的情人间嬉闹，亲密的眨眼。我盯着屏幕，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冰凉的手机边框，一股混杂着恶心、荒谬和某种隐秘快意的情绪涌上来。看着正津津有味，一个更惊悚的念头像闪电一样劈进脑海。这孩子，那个被周志国和我爷爷奶奶当成眼珠子、当成香火的5岁男孩，他到底是谁的种？几乎就在这个念头升起的瞬间，侦探的下一条信息跳了进来：陈小姐，基于这个新情况，我已分别采集了周志国先生和视频中男子经初步调查名为赵强以及那个男孩的可用生物毛发，加急送去做亲子鉴定，预计明天下午能有初步结果，效率真高。我直接赚了5万块过去。备注：加急及后续。想了想，又补了一句：最近天气反常，张侦探也多囤些耐储存的食物和水，
有备无患，我只能提醒到这里了。重生之初，我妈就匿名向几个她认为可靠的部门邮箱发送过极端寒潮预警，引用了不少篡改过来源的气候数据模型，回复千篇一律，来函已收到，会上报研究，请勿散播不实信息，避免引发公众恐慌。我们能做的只有先管好自己。妈，我把手机递给她，指了指视频里那对男女，看看这个。我妈凑过来看，眉头慢慢拧紧，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看完，她冷哼一声，把手机还给我，什么也没说，但眼底那层寒冰又厚了几分，有些恶心，已经无需用语言复述。我们不再讨论这个话题，按原计划行动。家电城里，我们直奔最贵的区域，按摩椅要全功能带零重力模式的，家庭影院要顶级品牌沉浸式环绕声的，刷卡时眼皮都没眨一下。销售经理笑得见牙不见眼，连保证下午就能送货安装到我们提供的郊区地址。接着是批发市场第二轮扫荡，这次的清单画风一变，薯片、虾条、巧克力威化、各色坚果炒货、可乐、雪碧、果汁、奶茶粉、泡椒凤爪、牛肉干、辣条，全是高热量的垃圾食品和精神安慰剂。末世生存需要碳水、蛋白质，也需要多巴胺。老板一边指挥伙计搬货，一边笑着搭话：“姑娘，你这杂货店挺时髦啊，进的尽是年轻人爱的零嘴。”我面不改色。旁边新开了个网吧和游戏厅，搭着卖，生意不错。最后一站是最大的生鲜批发市场，这里气味混杂，地面湿滑。我妈直接找到相熟的肉摊老板，开口就是：“老板，20头处理好的整猪，20头羊，8头牛，500只白条鸡，内脏也要分开包装。明天一早我开车来拉，要最新鲜的，钱不是问题。”老板正在剁骨头的手停住了，抬头看看我妈，又看看我，张大嘴，半晌才结巴着问：“沈姐，你这是要办大型婚宴，还是单位发年终福利？差不多吧。”我妈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总之，明天早上7点，货要备齐，定金我现在转你。走出喧嚣的市场，天色已暗，我们又去了那家酒店。这次点的是一套极其繁复的仿古满汉全席，菜一道道上摆满了巨大的圆桌，许多菜式我们连名字都叫不出，只挑拣着尝了几口，不是享受，更像一种仪式，一种对正常世界奢侈滋味的最后告别。直到后来，甜腻和油腻堵在喉咙口，确实有点想吐。第二天凌晨5点，城市还在沉睡，我们已经把空货车开到了水果批发市场，将车钥匙和清单交给相熟的老板。柠檬、菠萝、柑橘、苹果、梨、蜜桃这些耐储存的，各50箱，品质要好。老板披着外套，睡眼惺忪地看着清单，彻底清醒了。大姐，你这是搞水果批发吧，还是给大厂发福利？后者，我接口道，给全厂员工和家属寒潮补贴，实惠。早上7点多，蔬菜批发市场，土豆、红薯、洋葱、南瓜、山药成袋的往车上搬，又发现几家做预制菜的档口，冷藏柜里是分装好的鱼香肉丝、红烧排骨、清蒸鱼、梅菜扣肉，甚至还有包好的饺子、包子、馅饼。我们几乎把人家库存扫空。老板一边乐呵呵地收钱，一边嘀咕：“今年这天气邪门，是得多备点吃的。”8点回到生鲜市场，昨晚订购的肉食已经分割好，用厚厚的保鲜膜和保温箱封装着，堆成了小山。我们下午2点多才回到酒店，累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在床上瘫了半小时，逼着自己爬起来继续卸货。电动推车再次轰鸣，这次搬运的是沉甸甸的肉山。酒店空旷的客房变成分类冷库，猪肉房、羊肉房、牛肉房、鸡肉房。我们把大份拆成1顿饭的小份，用真空机封好，码放整齐。冰冷的生肉气味弥漫在走廊里，带着一种奇异的丰饶的末世感。末世倒数第4天下午，手机震动，是侦探发来的 PDF 文件，亲子鉴定报告。我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的结论部分，排除周志国为样本 A 小宝的生物学父亲，排除赵强为样本 A 小宝的生物学父亲。果然，我盯着那2行冰冷的结论，舌尖尝到一丝讽刺的甜腥。周志国当成命根子的香火，不但不是他的，甚至也不是那个情夫的。苏丽的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还要浑。我干净利落地结清了侦探的尾款，又附上一个大红包，然后发去最后一条消息：合作愉快，你可以结束委托了。最近少出门。侦探很快回复：明白，谢谢，保重。我妈正在旁边的房间整理新到的种子，见我盯着手机，神色古怪，走过来问：鉴定结果出来了？我把手机屏幕转向她，都不是。我妈凑近看了看，脸上闪过一瞬间的空白，然后是极度复杂的情绪，最终化为一声极轻的带着无尽嘲弄的嗤笑：哈，周志国，你这辈子真是活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要现在告诉他吗？他问，眼底有冷光闪过。不，我收起手机，声音平静。现在告诉他，他说不定会发疯。等到他们弹尽粮绝，走投无路，
再把这份礼物送给他，那才是真正的最后一击。末世倒数第2天，我们开着小车进行最后一次享受型采购，买了活鱼、三文鱼苗、各种海鲜，甚至还去宠物店。我妈一眼相中了一只眼睛蓝汪汪的雪橇犬幼崽，就当多个伴解解闷。她抱着毛茸茸的小家伙，脸上露出这几天来第一个真正柔软的笑容。我们又去山脚的农家乐吃了最后一顿柴火饭，走了走附着薄霜的田埂。晚上回到酒店，躺在崭新的按摩椅上，机器轻柔地揉捏着酸痛的肌肉。家庭影院播放着舒缓的音乐，壁炉里的火偶尔噼啪一声，真像做梦。我妈闭着眼睛轻声说。第2天早上，我被手机连续不断的低温警报声吵醒，抓过来一看，屏幕顶端显示的实时气温是-20摄氏度。窗外灰白色的天空死气沉沉，视野所及，一切都被覆上一层诡异的泛着青光的薄冰。我打开家里的监控画面，周志国、我爷爷奶奶还有苏丽母子全都裹着能找到的所有毯子和衣服挤在客厅。周志国还在疯狂地打电话，脸色铁青，显然一无所获。爷爷不停地咒骂着。朋友圈和本地新闻开始被同一条官方公告刷屏，史无前例的超强寒潮将持续，请市民务必留在室内，做好防寒保暖。政府已在部分地下停车场、防空洞设立临时救助点，提供基本热源和物资，请有需要的市民有序前往。但监控里，周志国烦躁地划掉页面，爷爷骂骂咧咧，去什么防空洞，急死人，还不如待在家里。沈静和那个死丫头肯定躲到哪个暖和地方去了，等他们回来，这都是我们的。极寒正式降临的这一天，中午时分，我们室内的温度计稳稳地指着26摄氏度，地暖无声地输送着温泉的热力。但我手机上的外部温度传感器显示，室外已经降至-43摄氏度。就是上一世的这个时间点，他们闯进了别墅，制造了那场意外。下午，温度一路暴跌至-60摄氏度以下。我切换了一下监控镜头，他们终于扛不住了。所有人连滚带爬地转移到了房子自带的一个小酒窖，那里空间狭窄，没有窗户，相对保温一些。但显然他们毫无准备。周志国的声音在空旷的酒窖里带着回音，因为寒冷和恐惧而变调。外卖，打外卖电话，送厚被子，还有羽绒服，有多少送多少，加钱，10倍的钱。回应他的只有手机里传来的无情的忙音，或是客服机械的抱歉。极端天气配送服务已全面暂停。画面里，几张脸在手机屏幕暗淡的光线下，写满了逐渐蔓延开的真正的恐惧。我则是指尖划过平板屏幕，打开了那些来自外界的直播窗口。画面里，穿着登月级别恒温防护服的有关人员们在莫西积雪中沉默地维护着基站。网络还能用，真的感谢这些黑科技，也多亏了他们，我能继续享用安装在老家酒窖里的高清摄像头带来的视听盛宴。监控画面里，我爸和他的小三，我爷爷奶奶，还有那个宝贝弟弟，正围着一盏应急灯取暖。骂完了鬼天气，周完了不送棉衣的外卖平台，火力自然就转向我和我妈。那个丧门星最好就死在外头。我奶奶啐了一口，省得脏了我们的手。我爸没吭声，脸色在屏幕光里显得很阴郁。我拿起另一部手机，点开微信，重新发送了好友申请。几乎在通过的瞬间，我就把那段剪辑好的视频和 PDF 文件甩了过去。手机在我掌心震动了一下，提示发送成功。我把它放在平板旁边，环抱双臂，静静看着监控画面里我爸的手机响了。我爸皱着眉点开，女人娇嗲的喘息和不堪入耳的调笑声猛地从他的手机扬声器里炸了出来，在密闭的酒窖里显得格外刺耳。视频里，苏丽，我爸的真爱，穿着厚实的羽绒服，和一个陌生男人在公园长椅上搂抱纠缠，动作火热的仿佛能驱散-60度的寒意。酒窖里的空气凝固了，苏丽的脸刷得白了，声音尖利的像指甲刮过玻璃。什么东西？周志国，你信我，这不是我是 AI 换脸，肯定是沈巍那个贱人搞的鬼，他看不得我们好。我没给他喘息和提问的机会。紧随其后，第2份文件弹了出来，是那份亲子鉴定报告摘要，排除生物学父亲关系几个加粗黑字，哪怕隔着屏幕都清晰可辨。我爸的脸从阴郁变成了铁青，他抬起头，目光像淬了冰的刀子。我爸一个箭步冲到苏丽面前，你手机拿来，给我看看。苏丽尖叫着后退，把手机死死捂在胸口。周志国，你不信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吵什么吵，烦不烦？他们旁边，我那弟弟头都没抬，手指在游戏屏幕上疯狂点击，嘴里嘟囔着要打出去打，别影响我上分。你个小畜生怎么说话的？一直喘着粗气的爷爷猛地站起来，浑身发抖，扬手就给了孙子一个响亮的耳光。老不死的，你敢打我？那小子跳起来，游戏也不打了，一头撞向爷爷的肚子。哎呀，我的乖孙！老头子，奶奶尖叫起来，场面瞬间失控。苏丽想拉偏架去护儿子，我爸想去扯开他们，爷爷被撞得踉跄后退，后腰磕在酒柜坚硬的边角上，闷哼一声，
瘫倒在地，只剩下痛苦的呻吟。我爸慌了，拿出手机开始拨打120，一次、2次、3次，屏幕的光映着他越来越绝望的脸，永远盲线，咒骂一声，放弃了。他看了一眼地上呻吟的父亲，又看了一眼紧紧护着儿子，对他怒目而视的苏丽，他腮帮子咬紧，做出决定。他弯腰，费力地托起爷爷的胳膊架在自己肩膀上，踉踉跄跄地朝门外走去。我奶奶哭天抢地跟在后面，门开了，即便隔着监控，我仿佛都能感受到那股瞬间涌入的致命的寒气。我爸拖着爷爷，深一脚浅一脚地消失在门外的暴雪中。奶奶跟着跑出去几步，寒风立刻卷走了她单薄棉衣里的所有热气。她剧烈地咳嗽起来，看着儿子和丈夫迅速模糊的背影，她犹豫了，最终哆哆嗦嗦地转身往回跑，却发现大门早已关闭。她拼命拍打着厚重的门，开门，丽丽，开门，让我进去，妈要冻死了。门内，苏丽搂着儿子站在监控死角，没有回应，只有我奶奶越来越微弱、绝望的拍打声和哀求。拍打声停了，一声沉闷的，仿佛重物落地的声音后，门外再无声息，只有风雪呼啸。画面里，苏丽又屏息等了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一点点拧开反锁的门栓。门开了一条缝，灌进来的冷风让她打个哆嗦，探头看见我奶奶蜷在门口，脸和手已经泛着不正常的青紫色，一动不动。苏丽迅速伸出手，在她鼻子下探了探，又飞快地缩回来。她脸上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嫌恶。老东西总算消停了，她低声嘟囔，然后砰的一声重新关紧门，反锁。苏丽背靠着门板喘了口气，随即像是想起什么，眼睛一亮，冲到角落，抓起正在充电的手机，拨通了一个视频电话。屏幕上出现一个流里流气、穿着花棉袄的男人，背景像是在某个喧闹的室内。强哥，苏丽的声音立刻带上哭腔，和刚才的冷酷判若两人。强哥出事了，周志国把他爹弄走了，老太婆冻死在外头了，现在家里什么都没了，吃的穿的，暖气全断了。画面里的赵强皱起眉，语气不耐烦，你跟我说有啥用？这鬼天气我出得去吗？强哥，苏丽急了，把旁边懵懂的儿子一把拉到镜头前，亲生的，你就忍心看我们娘俩冻死饿死在这？当初要不是为了给你弄启动资金，我能忍气吞声跟周志国过这些年，现在你生意做起来了，就不管我们了？赵强眼神闪烁，打量了一下他们母子身后的环境，又看了看苏丽虽然狼狈却依然年轻的脸，语气缓和了点，行行别好了，我这还有点东西，这地方我知道，等风小点我瞅瞅能不能过去。真的，强哥你快点。苏丽破涕为笑，挂断电话，苏丽搂着儿子亲了一口，脸上露出一种绝处逢生的带着算计的笑容。女儿，来吃饭了。我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厨房里带出的暖意和一丝轻松。我摁熄了平板屏幕，餐厅里热气腾腾，老鸭包冒着醇厚的香气，皮皮虾红亮诱人，海鲜拼盘琳琅满目，还有我妈拿手的青椒肉丝。2杯挂着水珠的冰镇可乐放在手边，我们泡在中央恒温的露天温泉池里，身体的每一个毛孔都舒展开，抵御着玻璃穹顶外那个白色地狱的记忆。我喝了一口可乐，冰爽的气泡直冲头顶，与周身的暖意形成奇妙的对抗。妈，你刚才做饭错过了一场大戏。我用筷子指着旁边的平板，不过我都存好了，高清无损音效。真的？我妈眼睛一亮，也顾不上吃了，湿漉漉的手在毛巾上擦了擦，快给我看看到哪一步了。我调出回放，重点标记了爷爷被撞翻，奶奶拍门和最后倒下的片段。屏幕的光映在我妈脸上，她看得非常仔细，呼吸微微停住。当看到爷爷被他的宝贝孙子一头撞翻，痛苦倒地时，她先是一愣，随即嘴角控制不住地向上扬起。我妈笑出了声，开始还是压抑的闷笑，后来变成了畅快的大笑，笑得肩膀直抖，拍打着水面。哈哈，报应！老东西老是骂我们是赔钱货，他那个宝贝金孙呢？那是赔钱货吗？那是个索命的崽子！哈哈，他笑得太厉害，忍不住前仰后合，但脸上那种积郁多年骤然释放的光彩，比温泉的热气更烫人。我递过去可乐，他也灌了一大口，顺了气，但笑容还挂在脸上，只是眼神慢慢沉淀下来，望着穹顶外的飞雪，轻声说：该。吃饭的时候，我重新打开了监控，画面已经变了，酒窖里多了一个裹得严实、背着大包的男人赵强，他和苏丽挤在临时点燃的小炭盆边，分吃着东西，低声说着话。那男孩靠在一旁，气氛竟有几分诡异的融洽。然而这种融洽下一秒就被彻底粉碎，酒窖的门被猛地撞开，浑身布满冰雪，形如恶鬼的周志国冲了进来，他手里攥着一节结冰的铁管，眼睛赤红的死死盯住酒窖边的一家三口，然后目光扫过门口他母亲僵硬的身体，一切静止了一瞬。苏丽、赵强、周志国的嘶吼破碎而癫狂，没有多余的质问和废话，他像一头失去幼崽的困兽，
抡起铁管就朝着赵强砸去。赵强慌忙格挡，炭盆被打翻，火星四溅。周志国，你疯了！听我说！铁管砸在背包上发出闷响，苏丽尖叫着想去拉，却被周志国一把推开，孩子吓得嚎哭。狭小的空间里，三人扭打成一团。周志国凭借一股疯劲占了上风，将赵强按倒。但赵强更年轻，求生欲让他爆发出狠劲，一脚踹开周志国，夺过铁管反击。苏丽在两人之间徒劳的哭喊拉扯，却只让场面更加混乱。极寒和缺氧迅速消耗着他们本就濒临极限的体力，动作越来越慢，越来越无力。铁管哐当掉在地上，粗重的喘息变成了破风箱般的呵呵声。最终，周志国靠着酒柜滑坐下去，额头淌下的血很快凝成冰。赵强蜷缩在墙角，不住的哆嗦。苏丽瘫在两人之间，头发散乱，眼神空洞。酒窖的门一直敞开着，暴风雪席卷而入，炭火早灭了，寒意攻城略地，冰霜悄然爬上了他们的睫毛、头发和僵硬的指尖，覆盖了那些狰狞、痛苦、悔恨的表情。他们的身体逐渐停止颤抖，维持着最后纠缠或倒伏的姿态，在越来越厚的冰层下凝固成一幅丑陋而安静的群像。风雪漫过门槛，慢慢将一切覆盖成相同的苍白。我关掉了监控，窗外，我的世界里，温泉氤氲，壁炉里的柴火噼啪轻响。看来我妈轻轻呼出一口气，语气平静无波。他们的宴席散场了。我点头，菜凉了，人也凉透了。我们安静地吃完了这顿饭。窗外的积雪极寒，仿佛成了一个与我们无关的背景板。官方通报说，依靠紧急启用的西河系列恒温防护服和从赤道地区全力调运的物资，基本秩序得以维持，庇护所运转良好，呼吁市民保持信心。时间在温暖、安全，甚至有规律健身的日子里流失得很快。直到某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醒来，却感觉到眼皮上有种久违的明亮的暖意。我睁开眼，一抹金黄色的真实的阳光正斜斜地穿过卧室的窗户，洒在我的被子上，灰尘在光柱里舞蹈。我愣了2秒，猛地坐起，冲到窗边。苍白了2年，仿佛永无止境的千云裂开了，蔚蓝的天空碎片从缝隙中显露，阳光毫无阻碍地倾泻下来，照耀在依旧银装素裹却不再有新的雪花落下的世界。妈，出太阳了！我听到自己声音里的颤抖，不只是激动，还有一种漫长的紧绷后骤然松弛带来的虚脱感。我妈的房门也砰地打开，我们几乎是同时冲到院子里。冰冷的、干净的空气涌入肺叶，带着阳光晒在雪地上的独特气息。我们仰起头，闭上眼，让那阔别700多个日夜的温暖一点点烘烤着皮肤和记忆。我们熬过来了。我妈的声音很轻，带着难以置信的确认。我握住她的手，手心和我一样，因为激动而微微汗湿。熬过来了。阳光照在我们身上，也照在远处依然死寂的别墅区，照在那扇紧闭的酒窖门上。